好，非常谢谢老师专程跟我们一起来迎接大事到来，好不好？老师说我是被抓，不是？老师被抓来的，没有，老师来现场，对，老师特地来现场，我们的织女，那老师，你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织女在镜头前出现，从你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到实际看到这个商品过程，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的？还是完全没有？我怎么会讲？一种很传统风格的包装跟宣传的哦，那我觉得很不错，很特别啊，很有台湾自己的意境在。对，是。那我然后你刚刚有讲那个你们这个 Zens 的这个品牌 logo 的对写法是好。那这个写法我再带一次，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学佛的。修佛的，对，所以我很喜欢 Zens。这个 Zens 的英文就是英文翻中文就是禅呐，就是禅修啦、禅意啦，就是 Zen。那但是我在注册的时候 ，Zen 这个东西这个字已经被注册了，那所以我加了个 S，加了 S 之后，我再去 Google 查一下，它叫做禅宗，哇，原来也是本科嘛，一样意思，对。那所以当时我在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我就想说，就用毛笔字比较能够写出这样的意境来。那这事实上就是一个 Z-E-N-S 的感觉。E-N-S 有，我刚刚跟老师解说。厉害哦，这个是而且他用自己写的哦。而且那个用毛笔写会比很像那个香气那种飘散的感觉。对，也有这种意境在。这就在表达香气往上飘散的感觉。没错。那这一次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事实上这个 project 我已经想了1年半了。对，那也最重要是灵感是来自于，你看我们这些年拍影片至少拍了2年有了吧？从2021底到现在，已经累积1600支香水了。那拍着拍着，我们每次介绍不是欧洲的神话故事，就是欧洲的地名，有没有？那我们闻了1000多支之后，慢慢开始有点感觉，觉得怎么从来都在听欧洲的故事，没有人讲自己的故事给外国人听。好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正好在这个位置，有这个机会，好把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故事讲给全世界。了解这部分我们要请老板另外再单独出一支影片，帮我们讲一下是品牌的。那我们今天先请老师帮我们就是闻这支香水。好，那老师这一支黑夜跟白天其实都同一支，对，同一支。那为什么今天先拍针管？因为我们的正装插最后的盖子，盖子我这一次还是用陶瓷去做的，很久，总共要烧3次，还要上色，还要打磨，所以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在这件事上。所以到时候一支定价大概是16000左右这样，差不多。对，你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没有啦，很多人已经在问我价格，在搞刚的，对啊，设计从设计，然后刚才听香材，听说也是用很好的香材，是这样的。从调香到包装设计到整个就是这个生产的，对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当时调香师阿曲在做的时候，他说：“那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那我的预算上限哦。”我说：“请用好莱坞规格等级，没有上限，我们这是没有上限，你就是做到最顶尖为止了。对，我给他无限的开火权这样。这听起来像是那个杜拜，杜拜都说没有上，杜拜国王就说我没有上限，他们是杜拜的，对，而我们不是嘛，我们只能第一支啊，第一支已经第一支，对不对？一开头就要最好哦，真的。好，那我们刚才先来闻一下。”老师刚刚其实已经有闻过，对，好，那再跟着我们镜头前一起试一下，因为你是画面大师嘛，好不好？所以这一支非得找你来一起闻不可。第一的从针管，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大略的，好，就是 OK 意象，对，这样，来，那看看有没有梦到织女这样。这边哈，好。这是淡香精嘛？淡香精，对，它可以持香8小时。我觉得它的很够水准。学姐已经到可能是香精的程度，我觉得蛮持香度，因为我们都有使用过嘛，实际在身上放过好几次，很多次，因为是最后才挑出这个版本出来。对，没错。所以味道上是绝对是赞。
然后持香度也是非常试过很多次了，试过无数个夜晚了，每一次我睡觉醒来之后，它都还在。来，老师，这一支目前前调，你闻到了什么？它的前调，我一开始其实那时候他问我，我还没有闻到味道的时候，他叫我猜，我就猜，我说应该有果香，应该有，还有什么？我讲过忘记。花香应该带一点花香，那花香微微的，然后也带一点甜感，一点甜感。对，他觉得织女应该有的味道，应该要有味道，感觉。但我然后呢？上了身之后，我觉得到现在啊，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支香水。不要觉得它很夸张，因为想说，你会想要做一支代表台湾的生活，不管是传统也好，现代也好，它的果香就象征台湾的各式各样的水果，带来孕育出我们这块土地，带来台湾的生命力。对，还有里面刚刚讲的会有。到后中调会出现那些米香，对，甚至茶香，是，都像是台湾本地就有的一些农产特色。没错，是。那我觉得把这样子的气味融合起来，就跟欧美的那些香水做了一个很大的区隔。对，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气味，会让我们会让跟这一支香水很不一样，对，非常跳脱出来的一支气味。是这个我们事前都没有跟老师蕊过，对。那老师实际上闻到的时候，就把它呈现他认为的感觉说出来。那事实上我们也一起合作拍过好多支影片嘛，对不对？那你在觉得这一支，当你第一刻闻到之后，你觉得能跟其他欧美的大厂做相匹敌吗？你觉得？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因为从它的持香、扩香。然后一直到它的特色，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次特色，而且我刚刚一上身，我就跟你讲我看到什么画面，就马上会有很多画面，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画面。是，那你是什么画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那种很淳朴的乡下，在台湾的乡下，我们那种早期台湾农业社会，但是不落后，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我小时候常常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稻米收割的季节的时候，然后像我小时候会，如果放寒暑假，我会陪我爸去田里面，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会看到他们会早上割完那个稻子，对，稻子，然后割完之后，他们可能下午2-3点到最热，他们会在树下休息，喝那个青草茶。喝青草茶呢，可能甚至还有水果，吃水果。对，一边吃水果一边喝青草茶，聊天，还有哪里还没有割，然后谈论一些就是这些农活的事情。是，你很厉害呢，形容的非常棒，而且你那个乡下我也曾经待过，对，我们是在同一个乡下。而且他刚开始一上身的时候就说，他有一个水果的那种清凉感。所以他有联想到就是刚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画面，然后不是南部很热的感觉哦，不是比较北部的，是比较北，因为南部他们田旁边比较不需要种树，北部旁边需要种树是因为风很大，尤其是新竹那风很大，所以很多田旁边都会种一排树，对，那他们就会在我爸或者是我妈，他们就会坐在树下乘凉，然后他们喜欢喝那种青草茶，用青草熬出来那个青草茶，对啊，就有那种感觉。然后阳光照在那个刚割完的那个稻草上面，然后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对，哇，我都被你的画面吸引了，都带走了，绿感，又带一点稻草的米香，然后又带一点就是像在割完稻草的时候有的那种。还没有晒稻子之前的那种水感都存在。哇，这形容的真好。那事实上，Arch在调的时候，他就看到，因为我买了一本这个中国神话故事给他嘛，对，所以大家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取材都是在这里了那如果你之后看到其他不是我们讲出来的故事，是其他故事版本，那肯定不是正宗的了OK， 好，那。回来到这一支，他说，因为这个织女她是跟着七仙女姐姐们一起下凡间来吸水嘛，所以一开始在吸水的时候被牛郎遇到嘛，对，那因为牛郎养的那一头牛跟他说，你赶快去溪水边，会遇到你的老婆，那牛郎就跑过去，然后再躲在树后面看着这个他未来的老婆。那在吸水过程，这个水花感，那Arch就想说用这个水梨清透的这种
溅起水花的味道来带出这个吸水的感受。我这真的很厉害哦。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闻到这样子水花的感觉？可以联想到，但他没有讲之前，我想到那个果香，我想说也不是凤梨，也不是栗子。平常我们比较常闻到的果香不是凤梨、莓果，要不然就是荔枝这一类甜感比较浓郁的香气。然后这个水果就这样清甜，到底是什么水果？后来跟我讲，原来是梨子。对，出来了。然后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就很像你讲的那种在玩水、溪水在溪边玩水的那种情境。是。那为什么有带米香出来？因为最后她织女这个是仙女嘛，但是后来嫁给了牛郎之后，还是要做人间的杂物事啊，对不对？要进厨房啊，要泡茶，对不对？这些，所以他再把这个元素带到了中段里面来。所以这一个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很像在写剧本的，把它写进我们的香味里面去很用心。好，李希林，那前调目前能给你什么感觉？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老师想象的是差不多的，但老师的画面真的是太生动了。对，我之前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前面的我们的意向是想要做什么样的呈现嘛，所以我的想象空间其实没有那么的大，但是的确就是它的那个水果的清甜感一开始是非常鲜明的，对，然后再加上它其实中后调麝香其实铺陈在底下，其实前面因为麝香其实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是闻得到非常就是明显的那个织女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其实已经蕴藏在后面，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好，那我们已经旁边跃跃欲试很久的学姐，对，学姐其实从我们最开头在设定这个故事大结构的时候，学姐就在旁边，就有参与，对，包含中间帮我们跟阿曲沟通，因为阿曲是设计师嘛，跟他比较熟啦，那跟我们是慢慢才熟，所以学姐在这中间帮了我们非常多的忙。那特别在香味，她也给很棒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请学姐帮我们说？目前前调你闻到了什么？就我一开始闻到织女，一开始最先闻到最先的版本是吧？最先闻到的感觉就很像织女在溪边戏水玩沙的那感觉。后来不对，织女没有在溪边玩沙，她只有戏水。她只有戏水。她后面的玩沙是在岸边。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很像她在溪边戏水，然后水打在她的衣服上的那个仙气飘飘的感觉，因为他们是下凡来嘛。对。所以他们的衣服想必那个质料是好的，对，天上用的嘛。对，但我走的比较快，我其实已经到中段。你已经到中段，所以茶香米香开始出来。对，茶香米香出来，我觉得就真的有像他在晚纱的织布的那个感觉，有那个纱的那种纱布的那种柔，对，就是柔和感，对不对？天然的布那个材料的布的香气，是，对，OK， 好，那。因为这一支呢，我们的正装还在加工当中，最后阶段。昨天我们也有拍照给大家看，我们如何一个一个，真的是每一个同事经手画出来的这个盖子我们是真的很用心。老师真的很厉害，因为已经有人问我说，老板等待你的价格了，我一直不敢公布啊。我想说，听到你刚刚16000那边，我随便讲这16000啊，自己准备啊。秘密，到时候秘密哇！好，那等到因为我们今天只拍前半段了啦，对，留给正装出来之后，我们再请陈明老师跟我们一起正装开箱文，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就来介绍前段、后段的完整版。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给大家修品乓姐，好不好？那有兴趣可以到社团加12999，我外面全部都卖399。那为什么定这价格？我不是，因为我这一次真的没赚什么钱，我是为了产扬文化，所以这个金钱不是我考量的。我觉得说故事说出去才是最重要的，说给全世界听才最重要，好不好？那我们期待成品完成之后，再找陈明老师一起来讲故事。下次见，拜拜。